Hello， 各位好，我是 Revision Lab 修診所的阿修，歡迎來到我的頻道。今天我們要拆解一份極具震撼性的醫學資料，探討一個正在徹底顛覆現代醫學的巨大轉變。大家想想看，過去100多年來，我們對待身體裡微小生物的態度，幾乎可以用趕盡殺絕來形容，對吧？只要生病，我們就理所當然地認為是細菌惹的禍，必須用抗生素把它們全部消滅。但是最新的頂尖醫學研究告訴我們，這個觀念其實錯得離譜。我們正處於一個巨大的典範轉移之中，醫學界正在從將細菌視為絕對敵人的舊有觀念，轉向將細菌視為一種能夠拯救生命的龐大生態系統。這項改變可以說是完全改寫了我們預防與治療各種重大疾病的核心邏輯。重點來了，我們必須先釐清這兩種截然不同的思維模式。在過去的傳統醫學法則中，我們信仰的是細菌致病說。這個規則其實很簡單粗暴，就是認定細菌等於破壞健康的敵人，我們必須不斷研發更強的武器來摧毀它們。然而，現在的科學界正大步邁向所謂的細菌致病說。這套全新法則認為，細菌其實是一座需要我們用心去培養、去平衡的生態花園。其實，從消滅敵人到經營生態，這個跨世紀的觀念大翻轉，背後有一段非常精彩的歷史。第一章，對抗細菌的戰爭。要理解這個全新的思維，我們得先環顧一下這場長達數百年的微觀戰爭。這個被稱為微生物學黃金時代的歷史進程非常清晰。我們從17世紀雷文霍克發明顯微鏡，真正看見了細菌；接着到19世紀，巴斯德確立了滅菌法與疫苗；再到19世紀末，科霍提出了著名的細菌致病法則。這些科學巨擘奠定了現代醫學的基礎，也就是一種特定的細菌會導致一種特定的疾病，所以只要我們把細菌殺死，就能治癒疾病。這個單一細菌對應單一疾病的單向邏輯，深深影響了全球的醫療體系。一直到1983年，一個震驚世界的醫學發現，徹底打破了這個瓶頸。第二章，幽門螺旋桿菌的突破。接下來這點超級重要。在1983年那個年代，整個醫學界普遍認為胃潰瘍是因為病患壓力太大或是飲食不正常所造成的身心症。當時根本沒有人相信細菌可以在充滿強酸的胃部裡面存活下來。為了解開這個謎團，推翻這個錯誤觀念，澳洲醫生巴里·馬歇爾做了一件非常瘋狂的事情。他竟然親自喝下了一整杯充滿幽門螺旋桿菌的培養液。他直接用自己的身體做人體實驗，讓自己感染，最後成功證明了引發胃潰瘍的真正元兇根本不是壓力，而是實實在在的細菌。這個充滿勇氣，甚至可以說是有點悲壯的舉動，讓他後來實至名歸地拿下了諾貝爾醫學獎。這項突破性的發現可以說是直接改寫了全世界腸胃科醫師的處方箋。大家要知道，在過去，胃潰瘍被認為是一種必須終身服藥控制的疾病，嚴重的時候甚至常常需要外科手術切除掉一部分的胃部。但是自從確認了幽門螺旋桿菌的存在之後，抗生素瞬間成為了終極解藥。只要給予病患精準的抗生素組合，徹底清除體內的幽門螺旋桿菌，就能夠永久治癒胃潰瘍，甚至還能治癒某些特定類型的胃部淋巴癌。這無疑是現代醫學史上的一場巨大勝利。第三章，台灣的胃癌奇蹟。這項關於幽門螺旋桿菌的科學突破，不僅僅停留在實驗室裡的論文，它更在我們現實世界中創造了驚人的公共衛生奇蹟。我們繼續聊下去。台灣的醫療專隊在馬祖進行了大規模的幽門桿菌篩檢與除菌計劃。這個計劃實施之後，台灣的胃癌死亡率出現了戲劇性的下降幅度。原本胃癌高居台灣癌症死因的第3名，透過這個計劃，一路大幅下降到了第8名。這個排名變動的背後，代表的可是無數個家庭因此免於破碎，這是一個非常了不起的成就。
帶領這項研究的台大醫院伍明賢院長曾經分享過一段話，我覺得非常深刻。在知名的腸胃科權威教科書中特別寫道，學術的成功應該用你拯救了多少人來衡量。這句話可以說完美詮釋了台灣醫療團隊努力的初衷。我們發表再多的頂級學術論文，最終的目的都應該是回歸到臨床應用上，切切實實地解除病患的痛苦，因為這才是醫學研究最核心也最無可取代的價值。第4章，醫學界的驚人謎團。就在我們以為已經掌握了用抗生素消滅單一細菌就能完美治癒疾病的這個公式時，臨床上卻遇到了一個根本無法解釋的巨大謎團。當時醫生遇到了一位罹患胃部 MALT 淋巴癌的病患，醫生按照治療慣例開立了抗生素，但是令人背脊發涼的是，這名病患的檢測結果顯示，他體內完全沒有幽門螺旋桿菌。當時醫生非常擔心，生怕這樣吃抗生素會延誤了化療的黃金時機。可是當病患1個月後回診的時候，奇蹟發生了，所有的癌細胞竟然憑空消失了。這就帶出了一個巨大的醫學懸案。如果病患體內根本沒有幽門螺旋桿菌，那麼這些抗生素到底在胃裡殺死了什麼東西，進而讓癌症痊癒了呢？簡單整理一下剛剛的脈絡，經過醫療團隊深入的臨床追蹤與分析，得出了一個令人震撼的數據：在完全沒有感染幽門螺旋桿菌的淋巴癌患者中，居然有高達大約30%的比例，他們的腫瘤在服用抗生素後會直接消退。這意味着一個極度驚人的事實：在我們看不見的腸胃道深處，絕對還有其他未知的致病菌存在着。也就是說，引發疾病甚至治癒這些嚴重疾病的關鍵，遠遠不止於單一種細菌，而是整個腸道內龐大且複雜的微生物群落。第5章，腸道微菌叢生態系統。現在醫學界開始將腸道裡的細菌視為人體的第2個基因體。讓我們用一個實際的代謝過程來舉例，大家會更有感覺。第一步，當你吃下一塊紅肉，接着第2步，你腸道裡特定種類的細菌會去消化這些肉類，並且代謝出一種叫做 TMAO 的化學物質。第3步，正是這種 TMAO 在血液中不斷累積，大幅增加了心血管疾病的風險。所以說，如果你腸道裡剛好沒有這種特定的細菌，其實你吃紅肉對心血管的風險相對是比較低的。更有趣的是，研究發現，透過使用大蒜，居然可以阻斷這個產生 TMAO 的危險過程。這完美展示了我們的飲食、體內細菌與疾病之間存在着多麼精密的聯動關係。其實，腸道微菌叢的影響力遠遠超乎你我所的想象。根據大量的科學研究證實，它幾乎控制着我們身體的免疫反應與發炎狀態，它甚至決定了你的代謝效率與肥胖程度。更令人驚訝的是，透過所謂的腸腦軸，也就是腸道與大腦的連接通道，腸道細菌的失衡竟然與帕金森氏症等神經退化疾病有着直接的關聯。此外，特定的腸道菌群如果減少，還會導致老年人出現肌少症。就連目前最前沿的癌症免疫治療，患者體內是否擁有特定的腸道菌，也會直接決定了這款抗癌藥物到底會不會產生效果。可以毫不誇張地說，腸道細菌幾乎全面介入了人體所有的生理運作。第6章，醫學的未來方向。了解了這座龐大的體內花園之後，未來的醫學不再只是拿着顯微鏡尋找單一兇手，而是開始學習如何成為一位優秀的生態管理員。如果我們將過去與未來的醫療邏輯放在一起對比，差異真的非常明顯。傳統的邏輯是直線的，找到一隻壞蟲，然後毫不留情地殺死它。但是未來的醫療邏輯追求的是整個生物網絡的平衡。舉個實際的例子，某一種特定的細菌在某個醫學研究中被發現會導致大腦認知功能障礙，但神奇的是，在另一個動物實驗中，同一種細菌卻能有效減緩帕金森氏症的惡化。這強烈證明了細菌對人體到底是好是壞，完全取決於當下整體的生態環境與宿主的健康狀態。這絕對不是非黑即白的二分法。
接下來這一點超級重要，在這樣重視生態平衡的新觀念下，一種極度顛覆傳統卻又非常有效的療法誕生了，那就是 FMT， 中文叫做微菌叢植入治療，或者很多人稱它為糞便移植。這項技術的做法是將健康捐贈者糞便中過濾出來的完整腸道菌群直接植入病患的腸道內，借此來徹底重建病患原本已經崩潰的微生態。雖然說目前科學家還無法100%解析這個植入過程中的每一項微觀機制，在某種程度上，它對我們來說還是一個黑盒子。但是臨床上已經確切證實，透過直接替換整個微菌叢生態系統，真的能夠有效治癒許多原本讓醫生束手無策的嚴重腸道疾病。走到這裡，我們必須建立一個全新的認知：人體絕對不是一部由孤立零件組裝而成的精密機器。它更像是一座生機安然、錯綜複雜的原始森林。在這座森林裡面，無數的細菌、人體的免疫細胞、各種代謝分子彼此緊密交織，互相依存。當這座森林生病的時候，你不能想着隨便拔掉幾根雜草，或者不管3七21就噴灑大量的除草劑。真正的治癒必須仰賴多地學的深度分析與精準醫學的介入。我們必須深刻理解整片森林的運作網絡，透過調整營養攝取，導入共生菌，才能真正從根本打造出健康的體質。最後，這不僅讓我們去思考一個極度顛覆認知的問題：如果我們的心血管健康、我們的免疫力，甚至是我們的大腦認知功能，都高度仰賴着體內這群龐大的外來微生物生態系統，那麼究竟是我們人類大腦在控制這些細菌，還是其實我們只不過是這群微生物用來繁衍生存的行動載具而已呢？總結一下今天的重點：醫學正從消滅單一致病菌，全面進化到培養生態平衡的新紀元。透過理解並重塑腸道細菌的網絡，將是未來精準醫學解鎖預防以治療重大疾病的終極密碼。今天的內容就到這邊。如果你覺得這集有幫助，記得馬上點讚、加訂閱、加開啟小鈴鐺。我們正在衝訂閱，需要你的支持。我是阿修，我們下次見，拜拜。